大家好，非常开心能够给大家开箱这款史无前例而且前所未有的真无线耳机，也就是这款来自 Acouston 的 HSX1001。那说到这里，可能有朋友要想了，小甘你把话说的这么满，你就不怕闪了腰吗？接下来我将会对这款产品进行详细的这个讲解，希望大家不要嫌我啰嗦啊，因为我可能会岔到其他地方去，大家理解一下。因为围绕这款产品，它有很多特点是我们之前所没有见过的，所以说可能会有点啰嗦。那首先我们先讲一下包装啊，其实我不太喜欢讲这个包装，但是这个包装上面有一些信息，我认为还是值得跟大家聊一下的。这个有一个中文字叫讯，因为我们知道 HS2000 MX 系列它一共有3代嘛，它的那个代号叫深。再比如那个 HS1900X， 它的一个代号是镐。他们在中文字的运用这一块，我认为做的还是不错的。因为其实咱们中文有一个特点嘛，就是往往一个字两个字就可以让大家领略到他想表达的这个含义了。那其实同样的还有我们中国的品牌，也就是达音科，比如说川啊、南啊，对吧？这个都是同样的，我们叫做代号的命名方式。这一次的话，这个 HSX1001 它的一个中文代号就叫做讯了。然后下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 Anima。其实 Acouston 做这个真无线耳机，如果说是打着 Acouston 标的话，这是第一款。但是在之前还有2款产品，也就是 Anima 旗下的那个 ANW01， 还有 ANW02， 那2款产品是 Anima 做的。那大家看到这里可能要想了，这个 Anima 和 Acouston 到底有什么关系？其实是这样的，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母公司，然后下面有几个子公司。那下面的几个子公司分别就是 Acouston 是专门做动圈耳机的。然后 Penacon Air 是做那个接插件，还有那个黄铜耳套的。然后就是 Model 是专门做平板的，个 Tap 622之类的，就是那个 Model 做的。前面说了3家对吧？还没完，下面还有第4个是那个 Corania。Corania 的话是做那个动铁的，他们家之前有那个 i640这么一款动铁耳机，然后也给 Acouston 的 HS2000 MX 做了那个 SAT410单元，这是第4家。第5家的话就是这个 Anima 的。Anima 的话其实是这个集团下面专门做真无线的一个事业部，但是在之前呢，也就是1代和2代的时候，它的声音方面，也就是单元啊、调音啊这方面，还是借鉴了一些 Acouston 的技术。而这一次的话，您可以理解为是 Acouston 自己出来做，但是借鉴了 Anima 的这个真无线技术，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说是正统的 Acouston 的真无线耳机的话，这个就是第一款。但是好就好在，因为之前就是 Anima 的那个 ANW01、ANW02，就是已经摸着石头过河了嘛。就是之前的那个产品，它的那个蓝牙稳定性啊，各方面我认为不是特别满意吧。所以理所当然的，经历了3年的一个时间，我相信这一代的这个蓝牙稳定性已经得到了一个长足的提升了。然后这个产品这里标的是 Made in Japan。这个是不多见的，因为大家知道，就是真无线耳机，不说100%吧，90%以上肯定都是在我们中国生产的。除了像那个松下的 AZ80，它是马来西亚产的，然后日本产的真无线耳机，我印象里面不多，这算是其中一个。然后背后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高通骁龙 Sound 的一个标志，支持 aptX Adaptive， 然后是 LDAC。基本上在蓝牙协议这一块，我认为应该不用有太多的顾虑了。好了，前面介绍了一下这个产品的一些历史，接下来我们开始开。然后这一款耳机它的一个颜色只有一个颜色，也就是这个黑色。打开之后是这么大的一个保护箱，这个是非常夸张的啊！因为我们知道，就是给耳机增加一个保护套，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操作嘛，因为它还可以把耳机变得更加的漂亮。但是这个原厂带的这个有点过于直男了。它其实这个箱子它是装那个 Acouston 的那个单元用的，也就是那个 ACT01、02、03啊这些单元用的。但是它把这个箱子里面的这个海绵改了一改，所以也可以用来装真无线，这个没有问题的。打开之后，这里面就是这个耳机本体了，我们直接把它拿出来。这个位置这里是它的耳套，分别是这个 AX70 和 AX50，这里面有5对。因为另外一对的话，它是已经安装在这个耳机上面了。这个耳套的特点就是非常的柔软，但是这个耳套它的一个佩戴稳固性啊，可能不是特别的好。如果说可以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尝试换装那个巴洛克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小册子，也就是它的说明书了。
有一些基本的一些说明。这个册子我就不去看它了，不耽误大家时间。条充电线 C 到 C 的，诶，这个 C 到 C 的线好像也可以做小尾巴连接线用一样的，回头我试一下。好，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了。其实配件方面没有什么值得讲的，重点我们还是在这个耳机上。这个耳机打开之后，这里有一个膜，我们可以把这个膜给它撕掉的。背面是一个 Type C 的充电口，然后打开之后，这个就是重点了。为什么一开始立那么大的一个 flag， 就是什么史无前例啊，前所未有啊，对吧？因为这一款耳机它有很多的点。那第一点的话就是这个耳机本体了。其实这个耳机本体猛的一眼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完全的金属外壳，其实不是的。它因为是模块化的一个原因，所以说它是在射频信号，也就是蓝牙模块用的塑料，然后耳机单元也就是 C01 这个部分是用了金属，也就是铝制的。因为无线信号这一块，如果说用金属的话，对于它的这个信号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衰减作用，所以说它的这个蓝牙模块用的是一个塑料。当然了，金属的耳机机身它也会带来一个负面作用的，那就是耳机的这个重量它会相应的重一些。但是好就好在 Acouston 那次的这个佩戴优化，我认为还不错。但是大家依然要注意，我认为它的一个佩戴比如说像 AZ80 啊，或者说阿米罗300，我认为还是要差一点的，大概和那个 Noble 的 Mystic 和 Prestige 一个级别的，因为那两个耳机它的体积真的是蛮大的，而这一支的话，它的体积其实也不算小，但是它的这个人体工学，我认为做的比那两个要好，所以算是打个平手吧。戴上去之后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还好，晃的这个肉都在那动，但是问题不大。大家如果说感觉稍微有一点点往外面出来的话，自己摁一下就好了嘛，对吧？还好。第二个点的话就是这个全金属的这个充电仓，就整个的包括这个声音，它外面框架所使用的这个金属含量，应该是目前真无线耳机当中非常高的一款了，不敢说最高啊，应该是非常高的了。但是呢，里面的话也就是这一块，它依然是这个塑料的，这个是没有办法的，肯定是塑料。接下来就是这款耳机的重头戏了。其实关于这一点，我个人是抱以了非常高的期望值的，因为这是全世界第一款，也是唯一一款可以换单元的真无线耳机。自从 Acouston 呢，就是 HS2000MX 系列首创了这个模块化之后啊，可能是由于工艺复杂，或者说结构设计比较复杂的原因嘛，反正各种各样的原因，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第二家说去我去跟进一下，我去把这个创意给它小的借鉴一下，对吧？目前为止是没有的，只有 Acouston 他自己在做。这也从侧面说明啊，他们的这个技术储备还是相当强大的。但是大家知道 HS2000MX 系列是2021年开始的，到现在为止是3年的一个时间。然后时间到了如今，他们把这个理念进一步的发扬光大了，成功的在真无线耳机里面也应用了这个概念，也就是发声单元 C01 和无线模块 M01 是可以分开的。这个不得不说，绝对是一个创举，因为在真无线这种体积的前提之下，要筛下单元、射频、电池、触控等等，对吧？这个对于工程师来说，绝对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的。我在这里准备了一把这个螺丝刀，就是用来拆它的。其实这一点我认为不太好啊，因为我前面翻遍了这个盒子里面也没找到小的螺丝刀。我认为他们应该配一个螺丝刀给我们用家的，这样会更好。就是我们可以自己拆了嘛。因为我们知道，就是 HS2000系列的话，我们只需要去拧那个螺丝就可以了。而到了这一代，我们需要手动的去拆了。它一共是有3个螺丝，正面是有2个，然后背面是有1个的。可能也正是因为小型化吧，所以说它没有办法实现1个螺丝就可以拆开了。还好拆装的这个过程它不算麻烦，我从头到尾拆装2个耳机的话，应该不会超过1分钟的。第3个螺丝，第3个螺丝比较小啊，大家适当注意一下。它这个里面，我认为这一点也不太好，没有配螺丝刀也就算了，还没有配备用螺丝。希望他们以后在这个未来的单元里面，就是可以配上这些配件吧。打开就可以了，就这么简单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一共有6个触点，其中4个触点是连接这个电池仓给耳机供电的，还有2个触点是连接单元的。那看到这里，想必大家就有一个疑问了，就是那我之前的这个，比如说永远的王 ACT02 对吧，或者说现在的旗舰 ACT47 对吧，能不能用在这个真无线模块上面？
答案是否定的，不好意思，因为之前的这个单元啊，它的这个体积要比它要长很多。这里有一个特写的这个片段，大家可以对比一下这个长度。也就是说，您手头的有线耳机的单元是不能够用在这款真无线 HSX1001上面的。原因其实也非常的简单，就是真无线耳机的话，它的一个输出功率其实是受限的嘛，所以说单元本身的调音必须要跟着这个真无线模块去走，所以整个单元的材料啊、磁路啊都需要做出相应的改变才可以的。第二个就是，如果说 ACT02这种单元塞在这个上面，那这个场面我不敢想象了，它是佩戴根本没有办法日常使用，对吧？因为会变得非常非常长。正是因为这些考量，所以说它的这个结构是不能够兼容之前的 ACT 系列有线耳机的单元了。但是这里有一个好消息，就是 Acouston 它既然已经做了模块化了，那它肯定不可能满足于这么一款单元了。我经常说一些品牌就是做模块化，但是往往发了一两款之后，它就销声匿迹了。比如说一些播放器品牌，对吧？他们不会做的很多的。而 Acouston 不一样 ，Acouston 的 HS2000系列有线耳机发的一个单元已经达到了9款之多，并且未来还会有。目前就是 ACT01到07，然后加47，再加一个410，一共是9款单元。所以我们从这个过往的经验来判断，就可以判断出来，未来这款 HSX1001它所能够配的单元肯定不会低于这个数，我就敢打这个包票。因为有线耳机啊，本身 HS2000MX 的这个定位在那嘛，动不动就是万把块钱，对吧？所以它的一个量其实是不大的，很多都是维持小批量的一个生产。像410的话就是的，它限量只生产了50对。而真无线的这个市场之大，未来之广阔，这个大家懂的，对吧？所以对于这么一款产品，我有4个字的总结，那就是未来可期。同时啊，这里还有一个非常妖怪的事情，预计在不远的将来，也就是1-2个月之后吧，最多了。它会有一个新的单元上市，型号叫做 C02，也就是替换这个发声单元了。然后大家看到这个单元，其实心里面可能会动一些歪脑筋。它这2个触点，我能不能够说把它变成有线耳机来玩一下？比如说上个平衡啊，上个尾巴，上个播放器之类的，对吧？发烧友嘛，肯定是在寻觅的这个过程当中乐此不疲的，这样才有可玩性嘛。好消息是，伴随着 C02的推出，它还会附赠一个有线耳机模块。是的，就是这么夸张。到时候会有一个盖儿把这边盖上，然后您插上这个 Pentacon Air 的这个耳机线，就可以把它变身成为一款有线耳机来听的。等于说到时候 C02上市之后，您如果说选择这一套再加一个 C02的套装的话，您就同时拥有了一副有线耳机和一副真无线耳机。那关于这一点，我只能说是脑洞大开的一个创意，因为之前不说没有人这么玩吧，也有，比如说我自己之前用那个说好的 TWR， 也是一个真无线适配器，它可以适配市面上的大多数 MM6X 接口的耳机，但是那个东西有一个问题啊，包括市面上这种类型的产品其实不少，它都有一个问题。就是第一，它没有一体感；第二的话，就是那个充电仓。大家如果说您接触过此类产品的话，会发现他们的充电仓都非常的硕大，跟这种的话它是不可同日而语的。因为那种我们叫做有线耳机加蓝牙模组，而这个的话，它是真正意义上面的真无线耳机。这个概念我认为还是有一些区别的，并且不瞒大家说，那个时候我用那个舒尔 TWR 接那个太阳神去听，那个声音有点一言难尽。那这说明了一点什么呢？就是单元再强，如果说前面的蓝牙这一块主的性能不够强势的话，那所带来的一个听觉体验，我认为也是非常糟糕的。那这个时候这种玩法，我认为就没有太大的价值。而我因为职业原因，也接触过市面上的大部分的这种产品吧，比如说还有那个 Fostex 的，对吧？它应该是一个元老级的。还有一些其他品牌的，我认为这些产品充其量啊，在声音方面是没有1000元价位的那个30UA6的声音来的好的，他们更多的只是说方便而已。所以我现在已经不怎么玩那些东西了，我宁愿就是更方便的，比如说偶尔用 AZ80 啊、Mystic 啊之类的。那这一次的话，这个 HSX1001，我认为我也可以玩相当长一段时间。就是因为前面说的嘛，随着每一次新单元的这个面世，我们等于收获的就是一次全新的聆听体验，因为发声单元是不一样的嘛，所以这个差异是非常非常巨大的，比起玩 EQ 啊或者说之类的，这个区别不可同日而语。那前面夸了这么多，接下来要开始吐槽了。除了前面说的没有附赠螺丝刀以外，这款耳机它是没有降噪的。是的，这款耳机它没有主动降噪。那我们知道，就是在这个价位的真无线耳机里面，没有主动降噪的有哪些啊？我想得出来的只有2个，就是 Noble 的 Mystic， 还有那个 Prestige。偏偏这2个没有降噪的耳机销量贼好。是的，这2个耳机虽然没有那么多功能上面的花头啊，但是就是因为实打实的这种声音体验，所以市场表现也是非常出色的。那这一款的话，它也没有主动降噪。
其实我个人对于降噪这一块要求不是特别的高，因为我之前用那个 AZ60的时候，我都是把那个降噪给它关掉的，一般来说都不怎么开。那关于降噪这一块，我认为就需要您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去选择了。但是我认为啊，也不排除未来可能会推出一个 M02升级模块，就是把这个耳机再赋予一个主动降噪功能，这个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因为就像前面说的，它是一个模组化的耳机，它的模块在未来是可以升级以及更换的。那第二点要吐槽的就是它的这个 APP 了，它的这个 APP 我去下载了一下，感觉功能少不说啊，使用上面我认为也乏善可陈吧。基本上这个 APP 我们只能当做就是聊胜于无，就是有总比没有好。但是用不用的话，我认为就要看情况了。然后最后我再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款耳机的一些基本参数。它使用的这个单元是10毫米的这个 Minix 单元，是第3代的。蓝牙方面的话，蓝牙是一个5.4的标准，然后单麦耳机的话是17克。大家看到这个17克这个数值，大概就能明白了，就是它比市面上其他的这个真无线耳机还是要重上一些的。然后在多点连接方面是最多可以连接2台设备。好了，关于这款激动人心的 Acouston HS-X1001真无线耳机，我们今天的开箱就先做到这里了。那声音方面的话，本期先不聊，因为我也是刚刚拿到，现在迫切的想去试听一下，待我好好的感受一段时间，再来跟大家好好的聊聊声音方面的一些特点。当然了，如果说您是在北京、上海或者广州的话，您也可以到我们原生态的门店去进行一个实际的聆听。这款耳机在我们原生态的3个门店都已经出样了。如果说您对于这么一款拥有全新概念的真无线耳机有兴趣的话，那您一定要到我们门店来实际的试听一下，感受一下，去听听看它的声音，去感受一下它的佩戴，以及感受一下它这种全金属的这种质感。好了，本期开箱就到这里了，我是小甘，我们下期开箱再见。